你好，过来了吧？老板，想弄点啥嘞？我有几个传家宝，传家宝。你来看看。哎呀，医院啊！是的。哎呀，这医院确实品相都不错。对啊，我都看，经常都是干这东西的，你有没有见过？你是不是很少见这样的？说实话，这种都是带光的医院，大清宣三带光，确实不错，东西都是真的，没问题。北洋、端威，哎呀，你这医院放的挺好啊，都是带光。你刚才说的啥？说的我说啊，就像你经常见、经常看这东西，像我这种，是不是很少见？实话实说，这种确实很少见。你这医院说实话，带光的太少见了，几乎我做那么多年生意，遇到了太少了，少之又少。那你的意思，像那种纯食量应该不大吧？纯食量，这个医院的纯食量其实是挺大的，因为它是过去的这个通用货币啊，它就是钱嘛，大家都在使用它。你想想，咱中国有多少人一直在用这个东西，所以说纯食量还是挺大的。但是就像这种带光的，说实话比较少，是属于那种可遇不可求。你看咱过去的医院，基本上大部分都流通过，就像这种没有流通过的比较少，少之又少。像这种咋说嘞？有些人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对，这是那祖传的，今天拿过来是准备变现还是估价？你这是准备变现吗？我得问问，我得来问一下子。然后我又想再问你一个问题，老板。就这，比如说多少年以后，这会不会，就是很升值啊？我先看看你这几块医院嘛。首先，你这几块医院我先讲一下，这个是端威，然后带光，这种一般像这种端威带光，像这个品相少之又少，而且这个大清，你看一下，全自口全笼内，没有任何的磨损，这种说明啊，在过去没有流通过，特别特别少，所以说这个东西咋说嘞，太少了，你如果说实话，我们平时见的不多，而且你这个看没有，这个是棍子板，这后边是小头棍子板，这种属于军阀小头，包括这个也是，你这4个医院4个不同的板，都是军阀板，这是属于军阀小头，这种说实话，当年发行量太少了，所以说存世量更少，未来你咋说呀？未来都像这种医院带光的，没怎么流通的，肯定是大趋势。那就比如说啊，我现在要是有100万，然后我买，就像我这种的，它会不会有大批量的诱惑？你说这个问题，我明白。你说你这个问题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你有钱不一定买到好东西，知道吧？尤其是这种大批量的太少了。刚才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可遇不可求，明白吧？这种东西太少，比较少。你现在其实让我给你找出来10个，说实话我都很难找。带鱼，明白吧？就是我这种少。对你这几个，反正你要是卖的话，价钱也都不错。你看你今天出手不出手？不出手。不出手。对，这是家常的东西。东西都不错，说实话，存世量不大。我说实话，我干那么多年都比较少见。你看来你保存的不错，还继续保存着，我还给你都这样装好。别有摩擦。这种医院说实话，就怕磨，一磨，反正这个咋说嘞，价格就低了。我跟你说，我都保存的都可好了。好，你收起来吧。好嘞，谢谢你老板。不客气，不客气。现在50块钱买不到块医院了吧？那确实买不来，你就是当破烂卖，那银子也得值个100多啊。我老公几十块钱买了块医院，我怀疑他忽悠我了。如果真的话，那老公确实捡大漏了。关键是他哪来的钱？说不定他的私房钱呢。你拿出来看看是啥样的医院？既然背着我存私房钱，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他。看来你是家里边的一把手啊。那必须的呀！就这一块医院，我老公说他花500块钱买来，外面还带了一个盒子。我怀疑远远不止500块钱吧。你这是一块品级入盒的北洋龙，而且还带一个板端威，壁面装起来看着不错，带包浆。
500块钱买的话，那确实是捡个大漏啊。平时我们买便宜的那大头也得1000多，更何况你这是一块龙样，真假完全没问题。500块钱确实买不到。我猜的果然没错。我老公啊，就是有事瞒着我。再过几天就是我公公的80大寿了。平时啊，他上个班当个保安，一个月就有2000多块钱。因为平时要给孩子攒学费嘛。一个月我就给他留10块钱的生活费。一个大男人一个月只留10块钱的生活费，这也太少了吧？这也不够买包烟抽了。平时他不抽烟，又不喝酒。10块钱装周的营养剂，关键是用不完。再说一个月10块钱，这个月不花，下个月又留10块钱。日积月累，慢慢不就多了吗？他说这是他攒了好几年的钱了。我怀疑啊，他还是瞒着我嘞。攒了10多年给他爸买银元。在这一起过日子也不太信任我。你说买东西我能不给他钱吗？听你说了那么多，那恁老公确实是一个妻管严，这每个月只留10块钱的生活费，我觉得他已经很听你的话了。再说老爷子马上就过80大寿了，投其所好，送一块短尾祝寿，这也是恁老公的一份心意。你想一想，10块钱的攒，给自己老父亲买块银元，确实是挺感动人的。现在买就买了，相当于先斩后奏，就是没给我留面子啊。你看看能值多少钱吧？我觉得孝敬父母吧，花的钱越多啊，表示对父母越亲。恁老公本来就没钱，能送一块短尾给恁公公啊，可喜可贺。我觉得买都买了，你这问多少钱干啥呀？我觉得他可能是借别人的钱。他本身就没有钱。我不得替他还吗？只要不挑刺，那我都跟你说说。短尾龙在34年北养里边啊，也算贵一点了。一般20块里边有一块属于正常。它这个特征啊，主要是短尾、短匀啊。因为这个斑是长尾修磨而来，一般它这个尾巴这里，你仔细细看的话啊，它就像是把长尾截断之后的样子。其实这个斑就是这样的，短尾啊有几率存在是凸金斑，也就是前字少一横。这个是它的另一个斑，你这个就是短尾凸金。看这银元的细节啊 ，XF45啊，就是流通过的，壁面带包浆，龙鳞比较清晰，字口也算是两面全深大，稍微有一些流通痕迹。目前市场价在5000左右吧。就这一块银元5000块嘛。对。一个月10块钱的话，他再存500个月。这一下就花光了40多年的零花钱。那你看一个月10块钱攒的话，那确实是40多年的零花钱买了。但是这个银元现在市场价是5000，你放以前很便宜啊，你20年前对吧，才100-200块钱，他1-2年前的零花钱都够了。这有可能啊，这是他以前买的，对不对？啥时候买的我就不追究他了。我就想知道现在值多少钱。一辈子也没有啥本事，那是买块银元孝敬父母也是应该的。你说的太对了，父母都80多岁的人了，一辈子说实话就过这一次80大寿，买块银元讨老人家开心一下，太难得了。恁老公孝顺啊，都是你这当一把手的功劳啊！见笑了，见笑了。没事没事。真没想到去巴黎旅游一次，竟然能捡漏国宝级的银元，这一次实在是太开心了。果然是一块国宝级的银元，这个是广东省造的双龙寿字币，在巴黎旅游时买回来了。这真假就不用看了吧？必须是真的呀！我朋友是做黄金回收嘞。他咋说呀？他已经用检测仪检测过了，含银量89%。过去的老银元含银量确实是9银1铜，你这个银元确实是银的，因为壁面啊，你看细看的话还有留银的，整体品相状态不错，就是做工有点不够细致，龙鳞这都有点看不清楚了。像这种寿字双龙币啊，你应该知道它的价值吧？以前不知道，当时买的时候上网上咨询了一下，好像是上几百万的价。上几百万不行，这价钱你估的太低了。前好几年啊，有一枚寿字双龙拍到了3000多万，加上现在的溢价，恐怕得带大几千万了。加上你这个算是第3枚了。其实我要求也不高，卖个500万就行，毕竟当时买的也便宜，才100多英镑。100多英镑，这合人民币都1-2千了。1000多买来，想卖500万来的话，这可是妥妥的几千倍的利润了。你觉得这么高的利润现实吗？很现实啊！你刚才也说了，拍卖会上人家都卖几千万嘞，我只要500万不高啊！况且我做那个黄金回收的那个朋友他还说了，这确实是真嘞。
哎呀，你朋友既然是做金银回收的，在金银真假方面可能比较专业，但是认识银元真假方面就比较欠缺了。因为银元不是说是银的就是真的，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真银假币，材质是银的，但不是老的。虽说你要价500万也不高，所以那朋友说的话，这个你也不必当真。你看你说的吧，那巴黎身处欧洲，人家肯定是没有卖假货的呀。看来你是对银元不懂啊！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像这种手持双龙银元啊，属于样币，在当时啊，为慈禧太后祝寿而铸造的。现已知的存世量也就2枚，一枚在个人手里，另外一枚在博物馆里放着，而且那2枚啊，还都是1两的。你这个库平7钱2分是1元。说实话，我今天是第一次见这种银元，像咱国内未发行的银元出现在国外几率不大呀，很大机会出现在国外。像以前八国联军的时候，其中有英国呀，很可能都是当时他们带回来的。你这种说法，也不可能不发生，因为我们经常说啊，老银元都是一眼开门，而你这个银元它不是一眼货。先说外边这种黑包浆吧，很浮，大多数啊都是做旧出来的。包浆是其一，另外这壁面这各种压力啊，也不是太好，因为这个它是过去的样币，按理说应该是全深打才对。你看你这个纸面还行，细看双龙这一面就差远了，明明没有流通过，你看它这个龙鳞都磨损了，这就是压力太差劲了。细看一下边齿的话，看一下它的边齿，哎，这边齿也是软的不行，依我看也确实是一枚真银假币。真银假币是什么鬼？既然它出现在了巴黎，那它能值多少钱嘞？值不了几个钱，也就是一个正常的银价而已。真银假币就是用银子做出来的银元，属于仿制品吧。成本价在咱国内不超过200，果真拿到巴黎卖100多英镑，那就是妥妥的宰了你一笔。不会吧？我还以为捡了个大漏嘞，没想到漏没捡成，被别人掰了一刀。确实是这样。旅游其实就是出去玩的，你也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对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啊，以后千万别再碰了。好歹也是1、2千块钱了，你现在想回本多难啊！那确实，那以后出去旅游，他说再好我也不乱买了。对，还拿着吧，这好歹也是个银子，留着玩吧。好。俺爷收藏了一块银元啊，他这整天当宝一样放着，我这趁他不注意，给他偷拿回来，出来估价。那爷收藏了这个银元不得了啊！这个是样币大清繁龙，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这种银元太少见了。我上网上也查了价格了，别人竟然给我报价2000万。你觉得有人能不能买得起嘞？2000万这价格确实一般人买不起，单看这一面的话，你看和这个常见的大清玄簪没什么区别。反过来看，这条龙尾它其实在右边。所以繁龙也称为右尾龙。你这个包浆看着像酱菜，这那爷爷没说这个繁龙这是搁哪弄的？我爷爷的爷爷在过去其实他是个地主。我太爷爷以前在那个天津造币厂工作。据说这块银元是他当时市场下来的。一直在我们家都当着传家宝放着了。过去清朝的造币厂在天津并没有错，但是造币厂工作啊，他这个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一般像这种样币，并不是说谁想留就能留了。况且我看你这个，总感觉哪个地方不舒服。反正我是真没想到，我爷爷他会有这么贵的银元。我爷爷今年都80多岁了。如果他早说有这么贵的银元，我估计我那3个叔伯，会争着去抚养他嘞。那个抚养老人是做子女的责任和义务，不能说老人有家产，对吧？才去争先恐后的孝顺老人。如果真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那根本就不需要去赡养了，对吧？有钱雇保姆，你看有多少雇不过来？你说的也对。我很好奇，像这种银元，它咋会真值钱嘞？乱世黄金，盛世古董，这个收藏啊，自古以来都有。尤其是这些银元啊，你像过去从晚清到民国，它固定就发行了那么多。由于它不可再生，所以根据它这个存世量，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了。就打个比方，像这种银元，别人2000万买回去，你说他会不会赔钱？其实你像我们买任何东西啊，它在价格方面它都没有一个绝对啊。
尤其是在这个现在人手里边，大家都有钱了，既然有人出得起2000万，可见他手里边啊，并不只有2000万啊。尤其是像这种纯食量少的样币，你2000万买回去，肯定一点的是，你低于2000万，你肯定不会卖啊。相反，你手里边有2000万，你并不一定啊就能买到这种繁龙。因为我对这个银元也不太懂，就像这种银元，怎么样才能不让它贬值？你可别嫌弃我问的那个太多。没有，烦倒是不会烦啊，你也不懂行，我跟你说到也没关系啊。其实像这种裸币啊，咱们掷来掷去就这样拿着，贬值最快的一种方式就是磕、摔、碰，一定要避免与硬物接触。说句不好听的呀，这贸然的掉地上磕一下，有可能就贬值一半。那你得可小心一点了。我看别人都有一个盒子装着，这我也不知道该咋弄了。你说的是那个平基盒子币，一般像这种样币啊，必须得去入 PCGS 的盒子，因为皮盒它这个公信力啊，给它做背书，你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可以变现的。繁龙啊，据我所知吧，它这个纯食量不会超过10枚。如果你这个银元是真的话，给分入盒之后，这个价格还是大有可为的。肯定是真的呀。我爷爷平时放的比较严密，连我那3个手板都不知道，以后还准备传给我嘞。那既然是这样，那爷爷说明还是比较疼爱你的，你可不要辜负他一片厚爱。你趁现在他年纪大了，需要照顾啊，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影响你生活的前提下，你好好的去孝敬他，说不定这个银元啊，以后还真给传给你了。对，俺爷都是这个意思，趁他5岁这会儿，我得赶紧把这个银元给他还回去。那行，那你就完璧归赵给他送回去吧。等会儿我给你找个包裹装着，省得磕着摔着碰着了。年轻人，祝你好运。中。家里面啊，就剩这一块银元了啊，你给我帮忙看看，值不值3000块钱？卖完这块银元，下个月我都得上班去了。卖家里边最后一块银元，我看你这老大不小了，没有上班吗？来，我看看啥样的银元吧。我今年35岁了啊，说实话，一天班都没有上过嘞。平时啊都是靠卖家里的银元度日为生。哇塞，你这个北洋，这还不是普通的北洋，这是一块卷3起4的艺术字。你这卖银元为生，这看来恁家过去是地主啊？那对啊，俺家过去确实是地主，就是家里面啊给我留3000块银元，我这才没有出去工作，这是最后一块了。最后一块银元还给你留下一个惊喜，你这个北洋不仅是艺术字，而且背面包浆还不错。这种包浆啊是属于淡浆彩，品相也特别好，你可以靠卖这个去学个技术，干个小生意之类的呀。我都规划好了，卖了这一块银元之后啊，在家里再玩半个月游戏，没钱了，到时候再当个保安之类的。当保安好像不需要技术，就是工资好像不是太高，大约也就是2-3千块钱的样子吧。你这孩子老婆的生活开销，这有点不够吧？我还没结婚嘞，挣点就够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关键是啊，下班了当保安不耽误玩游戏。我看你得有30多了吧？35岁了，都35了，再玩几年游戏，这身体可是吃不消啊。年轻点都无所谓了，年纪越大，这个在家久坐的时间越长，往后啊各种疾病他都来了。再说30多了，也该找个媳妇儿成家结婚生孩子了。你不能一直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了。人各有志吧，我也没有其他爱好，这些年就是爱玩游戏啊。离开游戏啊，我都不知道干嘛了。你玩游戏这些年啊，主要是背后有这些银元给这顶着了。对，上千块银元在过去，那不是一般的家庭，不是乡绅就是地主。你想平时一玩10几年的游戏，没有经济支撑，说实话那都是不太可能的事儿。啥都好，就是主上啊给我留下来太少了。如果再给我留1000块银元，我感觉省点应该能玩到70岁。我感觉你还是好好的规划一下未来为妥。玩游戏啊，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先说你这个北洋龙吧，你要想卖高价的话，我觉得啊，首先你去打个盒子，如果带分的话，这个价格啊，它就会翻倍了。我主要是不懂打盒子，你就说这种裸币的价钱吧。裸币价格优势不是太明显，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北洋龙远远不止3000。卷3起4主要是看了呀，就是它的整体状态。先说一下你这个艺术字的特征，你看一下它这个3和4
哎，这和普通人不一样。3是属于双卷，就像耳朵一样。4，哎，更有这个观赏的味道。远看啊，它就像一面旗子一样。这个是卷3骑士的主要特征。这我不懂，平时啊我也没仔细看。哦，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对，因为这个银元现在想卖好价钱，最主要就是看它的板好，哎，才有这个价格优势。另外就是它这个龙鳞，你可以看一下，也确实是非常好，可以说是满龙鳞嘛，刺口也是全身打，所以说壁面啊有少许的这个流通痕迹，但是根本就不明显。另外，你这个包浆也是挺喜欢人的，这个壁面包浆啊是属于浅浆材的。你好就好在它这个包浆比较均匀，个人看啊也没什么毛病，大概能给你估到2万左右吧。2万？对。你没拿我开玩笑吧？没有。我以前可都是卖2000多一个的呀。我看和这个差不多呀。在你眼里边差不多，但是在我们眼里边啊，这都是看板的，根据他们的这个板和存世量来看价钱的。因为你以前卖了也没有留照片，具体能值多少钱，我这也给你说不了啊。现在银元啊都是1币1价，你拿了呀。只能给你2万块钱，你看你还有啥想法没有？没想法了啊！我实在是没想到会卖那么多钱。哎，认识你算晚了。哎，不晚，说不定啊，你以前卖的那都是普通的。你说的有道理。既然你出那么高的价钱，我给你吧。好嘞。我200块钱捡入了一枚双龙银元啊！我刚开始啊就没想到会是真的，没想到啊竟然有2个人给我出价50万。200块钱竟然买到双龙银元，对，竟然还2个人给你出大价钱。是嘞，来我看看啥嘞。嘿嘿，说起来这块双龙银元啊，买了都快1年多了。这时间长了，我都快把它忘了。这没想到过年的给我一个大惊喜。你这个银元啊，还真是一块湖北双龙1两，这边齿看着挺厚的，怎么感觉拖着重量这有点欠缺啊？重量我也没有称，上面写的是1两，放电子上称应该是50克吧，银子又不值钱，不可能确定少量嘞。兄弟啊，你真逗啊！晚清民国那时候的1两可不是50克，是标准的37.3克。但是我看你这个银元的边齿啊，确实是很厚，压力各方面，包括壁面，我看着都不太舒服。200块钱的话，你这是在哪捡的漏啊？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回襄阳老家办事儿，半路上啊遇到一个收破烂的大爷，他拦着我说刚收块银元，说给200块钱就要卖给我，我当时想着200块钱也不贵啊，就买了。200块钱，你别说是买双龙，你就是买一块普通的银元确实不贵，但是买双龙这不太可能啊。我就问问你，懂不懂银元？我确实不太懂，但是我感觉200块钱也不贵，只要能挣点钱就行了。你这啥都不懂，算是乱买吧，属于我们常说的瞎猫撞死老鼠吧。其实像你这个真假都不懂的，一般我不建议你买裸币。你这买假的话，你别说挣钱了，本钱就很难保。幸亏我这是没买假，我前2天上网的时候啊，遇到一个网上的专家，让我拍照之后给我报价50万。刚开始啊，我还以为是开玩笑的，结果又找一个专家，还是给我50万。兄弟，你这200块钱买的，你感觉别人给你出50万现实吗？这有啥不现实啊？我这是捡大漏了，而且还一下子有2个人买，还都是专家级别的，这钱赚的稳当啊！那如果是银元对的话，你这个湖北双龙卖50万没问题。但是我现在看的话，你这个银元漏洞百出，网上专家同时给你出50万，这里边就有猫腻了。哎，不可能有猫腻嘞，人家是专家级别嘞，买回去啊肯定是要赚钱嘞。就你这个拿回去赚钱，我看难。我先给你来鉴定一下银元的真假。首先来称一下银元的重量吧。这个电子秤精确到0.01，来看一下你的重量。你看，只有区区的28.31克。这个重量啊，明显不对。刚才我也告诉你了，以前1两是37.3克，这其中整整错了将近9克。你说正常的重量错个0点几很正常，这一下子错那么多，只能说明它这个材质不对。我们来听一下它这个声音啊，你听它这个声音啊，发尖，很明显材质都不是银的。银元最起码它得是银的吧？做工方面，你看一下，不只是边齿很厚，包括它的压力也不够。这种银元嘛，就是我们行内说的一眼假。我说到这，你应该明白它能值多少钱了吧？你说半天的意思是，难道我买假了？对。那为什么你这同行，而且还是2个人都给我50万呢？
假医院给你出50万，这里边是有问题的。首先啊，他会让你出鉴定费，比如说300、500的。呀，300、500的根本不够，我真的2次，2次都是800。哦，对啊，像你200块钱买了这块双龙，压根都不是银的，你竟然一下子又出去2个800，这是忽悠你的第一步。然后他们会邀请你啊，带上银元去找他们，借机啊，让你去上牌。有50万给你抬到更高的价格，让你再出钱，周而复始，反正一直让你出钱。对于你这个银元，压根儿说实话，他还给你卖不出去，因为这都不是银的。你说世界的银元它不是银的，谁会过来买呢？你说了我也不能全信。大不了他不给我50万，我不卖给他就是了。反正我感觉我得去试试去。那行吧，过程已经给你讲了，至于怎么操作，你自己看着办。我跟你说，我那么聪明，绝对不会被骗的。这一次买房子前又指望了，俺婆婆把她这一块家传龙阳拿出来了，你帮忙看看，值个几十万吧。你这是一块大秦玄山的深斑龙，品相状态还可以，这谁告诉你这能值几十万？是俺婆婆说嘞，好像90几年的时候，有人用房子给她换，她愣是没换，因为这带龙的医院很少见。带龙的龙阳啊，比冤大头确实少。我看你这个银元状态还可以吧，字口清晰。花枝龙鳞保存的相对比较完好，全身大老黑的包浆也不错。90几年的时候没给别人换房子，挺可惜的。现在拿这个买房子，明显不行吧？这咋不行哎？这以前都能给别人换房子，这放到现在肯定也能换呀。房子在涨价，这个医院肯定也在涨。你可能没太明白我的意思。虽说大秦玄山存世量较少，但是也不至于说能换一套房子，和涨跌没关系。你别忽悠我。俺婆婆都拿这块医院去人家售楼处了，人家也非常乐意给我们换。我感觉你说的不太现实。第一，人家售楼处只负责卖房子，收的可是真金白银的人民币。第二，这个售楼处的不懂银元，他不懂真假。你想想，人家连真假都搞不懂，咋可能给你用黄子换银元呢？即使他懂银元，那更不可能给你换啊！你让我说反，人家售楼处都说了，这块带龙的龙阳，换一套房子绰绰有余，建议我们卖了再来买。你看，人家说的很婉转，意思就是他们不懂不要，还是只收现金。不然的话，你今天拿块银元，明天别人拉一群猪，那售楼处变成一伙市场了。那是嘞，所以我在网上联系了买地的专家，只是他们开价太低了，只给区区30万，这明显和售楼处说的不一样啊，背道而驰啊说的。我觉得你要搞清楚2个问题，售楼处能买1套多房子，那他们只是客套话，不必当真，因为他们本身不懂银元。你在外地找了那个专家给你报价30万，这也不可信。所以我肯定不相信他们，就怕他们报的给我太少了。你能比他多出20万，我立马给你留着。我再跟你说清楚，我给不了你30万，更给不了你多出来的20万。那给不了不行，这好歹这稀少的龙阳啊。首先你这个龙阳真假完全没问题，这个稀少真谈不上，因为这个大秦玄山啊，在晚清后期是当时的主流货币。据官方记载，发行量接近900万枚，一共3个版：深斑、浅斑、阿后点。你这个是深斑龙，你看这个龙尾都已经出晕了，非常明显。深斑龙占大清总发行量的一大部分，加上这100年的回炉重铸、磨损损坏了，你看一半来算的话，现在的存世量也是一个大数字，这是一个点。另外就是在大清系列币里边，最贵的是阿后点。毕竟银元系列讲究的是物以稀为贵，阿后点才过万。再说你这个品相状态，要想贵的话，银元里边当属那种远光币最值钱，因为远光币不好保存，而你的品相在这放着了，字口首先是没任何问题，属于全身的。大清主要是看它的花枝和龙鳞，你可以细看一下龙面，标准的 AU 级别。好在这个包浆还不错，暂时我给你估价的话，大几千块钱还是有的。我没听错吧？大几千块钱？对，我就是怕那个专家给30万给的太少了，你也不至于只给我几千块钱吧？你看我笑话了吧？看笑话倒是不必，我给你估的是当前的这个行情价，外地专家给你估的呀，应该是想套取你信任的价格，只有你信任他，对吧？能值30万之后，他才有可能有后一步了，收取你的鉴定费啊，以及后续建议你上牌啊。反正是找各种理由吧，给你要钱。现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可多了，已经有很多人上当，拿着不值钱的东西，听别人报虚高的价格，最后上当受骗。
哎，建议你还是多找别人问问价钱，问问行情。你还问啥呀？这10几年还收恁便宜，没要错价，我错恁多，还是给我吧。那行吧，你再转转。我这也是搁捡大漏了，我给你倒来，你先看看。你都不知道啊，我这是100块钱一个买回来的。哦，这都是太便宜了。你先别激动着了，这100块钱一个买来，你还嫌便宜，还捡大漏了，这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账我都算好了啊，100块钱一个，买了100个笼羊，这一转手啊，最少是30倍的利润。100块笼羊，我这也没看到有啥笼羊，我这巴拉巴拉看着，这全部是20纹的笼板啊，整体品相状态还算可以吧？该不会你把这些笼板当笼羊了吧？你这账也不是瞎算的呀。你也不用忽悠我，我什么都懂。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带笼的银元一个是不是在3000块钱左右？哎呀，你说的对，现在一块带笼的银元差不多行情价在3000左右，具体值多少钱啊？还得看它的品相吧。我这100块笼羊，品相质量我都把好关了，看上去完全都没什么问题，品相是倍儿棒。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还说什么都懂，你这话说出来恐怕没人信。你把笼羊的行情摸的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没搞清楚，这银元和铜板你都没搞明白啊。虽然我这个人聪明吧，但是我并不傻。一般像这种带笼的银元肯定比其他银元值钱啊，我这是专门挑的，这100块钱一个买的。原来是专门从别人那里挑带笼的。说实话，无论你大批量买别人什么东西，只要涉及到挑，肯定是贵的。我挑完之后啊，回到家还专门给他们洗一澡。你看这洗了之后，这壁面看着多漂亮。我看出来了，你这确实洗的白白净净的。我不知道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怎么着。这洗干净之后，你应该看清楚这上面写的字啊。你看上面写的当值钱20文，银元它必须得是银的吧？你这黄澄澄的，这一看分明这都是铜板啊。但是我洗之前，他们和你们拍的那些罐装的银元是一样的呀。他们上面的包浆看着都是一眼开门的呀。哎呀，你这些全部都洗过，但是我看不出来这是假币。这个罐装铜板和罐装银元，因为它们本身壁面都有铝锈，你说长得一样很正常，包浆一样并不代表铜板就是银元。再说了，铜板和银元它们的大小重量也有很大区别。银元的标准直径是39毫米，这20文的铜板它只有32毫米。银元一块标准重量是26.8克，一个20文的铜板啊，它只有区区的10克。你其实再聪明，也不能把这个铜板当银元啊。你这话说的，大不了我给你便宜点不多了吗？就行了吗？别1000块钱、3000块钱一个了，1000块钱一个算吧。你想啥嘞？一个铜板要卖1000，按你这样算的话，你这是10倍的利润，哪有这么大的利润啊？我跟你明说吧，像这种20文的铜板啊，在晚清民国那时候，它这个发行量巨大，50个相当于一块银元的价值。但是现在一块银元能换200-300左右的这个铜板，加上你这些全是笼板，虽说洗过吧，但是整体品相还算可以，笼鳞包括字口，这还都算清晰吧。大概笼板的行情价在10块左右吧。啥？10块钱一个左右？对，你没搞错吧？没有，我这可是100块钱一个买回来的。这钱没赚到，难道说还赔钱了？赔钱是必须的，因为你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银元，什么是铜板。虽说同样是带笼的吧，但是它们的价格区别巨大，再加上你不懂行情，本身值10块钱左右的铜板，你却花100块钱买回来，注定是赔钱的。最主要啊，就是你想的太美好了。真正的银元哪有那么大的暴利？10倍的利润，说实话我们想都不敢想。你说的不一定就是对的，我再继续找高手看看你。那行，那你再找别人看看。好。我明明是个女孩，我这准婆婆却给了我一个带笼的银元，你说这是不是看不起我呢？银元啊，其实讲究一个好寓意，并不分男女，更没有看不起的意思。来，我看啥是银元。你看，我闺蜜第一次见她婆婆好歹还白戴了一条金项链呢。我这儿的都只给了一块银元，这区别太大了吧？你这个银元状态不错啊，AU58分的黄油钻光加沉龙，这比黄金项链这超值多了。老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难道比黄金还贵吗？银子肯定没黄金贵，
但是你这个银元却很不一般。你看入的皮盒给的是 AU 级别里边的最高分，壁面带一层难得的黄油转光。论整体价值的话，比恁闺蜜的那个黄金项链至少要贵。其实呢，老板，我也不是一个爱攀比的人啊。主要是我感觉女孩家的送的话，不应该送一个带缝的银元吗？这一看带龙的，我心里头都难受。哎呀，跟你说句实话啊，银元里边还真没有带缝的，这种带龙的呀，已经是在银元里边也算是最贵的了。贵不贵的先不说，主要是我闺蜜说说这块银元有可能是假的。咋嘞？你看清朝的银元上面竟然带英文。带英文咋嘞？不能说带英文就是假了呀，带英文很正常。当时晚清那时候啊，国外的阴阳啊、作阳就已经进入我国了，因为银元的含银量只有80%多。我们当时的碎银子、银锭子，它这个含银量达到98%以上。银元换银锭，对吧？一颗换一颗，我们肯定吃亏啊。所以当时啊，晚清就发行了这个银元。再说这个银元啊，它是和外国做贸易，全世界流通，所以上面也就印了有英文了。所以单凭印了有英文，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假的，这只能啊说明你的那个闺蜜她对这个银元不懂。她确实不懂。你这一说，我心里面都好受点啊。关键是我对银元也不懂，我也不懂，也不知道它能值多少钱。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银元啊，绝对比恁闺蜜的那个金项链贵。我问一下，恁闺蜜的那金项链大概多重啊？她说没有称重量，买的时候反正不便宜好像是6688。没有重量的话，那基本上都是一口价的那个硬金首饰。没有对比，其实就没有伤害。我先说你这个江南嘉诚吧，是属于8个有金件里边品相最好的嘉诚龙啊。它的整体发银量都是全身大，虽说发银量比较大，但是好品相的比较少，尤其是壁面带这种转光、带包浆、带这种黄油包浆的更少。你可以清楚的看一下你这个壁面，不只是带光，而且还带一层淡淡的黄油转光，这个在这个银元里边啊是非常少见的。10个江南9个错，就你这个品相。这大皮盒说实话已经属于顶级的了，虽然说皮盒只给了你一个 AU 58分，说实话很明显这个是低评了，给个 MS 63分也不为过。我是有依据的，你看它这个龙鳞几乎是没有任何磨损，包括它这个壁面带转光，这只有 MS 才能达到这种效果。而且你这个状态还确实不错，整体品味确实挺好。我给你初步估计的话，17800完全没问题。哇塞，这块银元能值17800？对，我的天，我还以为不值钱嘞，比我闺蜜的项链还2条还多呢。对，确实比她那个黄金项链超值，主要是那闺蜜不懂。这样来说啊，这值17800了，你跟那闺蜜呢6000多块钱了去攀比也没必要。这个人与人之间啊，不要攀比，做好自己就行了。好的，老板，啥都不说了。还是我太幼稚了，以后再也不攀比了。谢谢你的坚定啊！没事，还拿回去吧。男朋友家有块破银元，我看着他跟人家的有点不一样，就一点不一样，能值几百万吗？哇塞，你这还是一块大清短须龙，单看带字这一面，确实和常见的玄山啊没什么区别。俺家里面都有一块，好像也都才几千块钱吧。那普通的大清玄山现在确实也就大几千块钱的样子，但是你另外这一面不一样，它这个价格区别就大了。看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品相还挺好的。那男友家怎么放心把这么贵重的银元交给你？一块破银元我都不想要，这有啥不放心嘞？谈2年了还没有给我下彩礼嘞，人家家都是16万8、18万8，我这啥都没有。彩礼其实就相当于是一种形式，既然在一起2年了，彼此合适的话就可以领证了。既然是形式，那我不是也想走一走吗？手里有粮，心里面才不慌。你说的对，因为你们还很年轻，这个彩礼啊就相当于双方父母给你们新生活的一个启动资金。既然那男友家没选择给你现金，给你一块银元也不错，毕竟也算是一块未流通的样币。如果打个盒子，价钱好的话，比16万8、18万8不知道强上多少倍了。你说的倒轻巧，对俺男朋友家不了解。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个小几岁的弟弟。这2个男孩的家庭事多。
兄弟俩挺好啊，相互有个伴儿，有个照应，家里边有啥事儿可以商量着来，这不挺好的吗？我感觉挺悬的。俺闺蜜说找2个男孩的家庭嫁了，容易生气。恁闺蜜说那话很明显啊，就是带着偏见来了。人家都说吵架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庭内部的矛盾啊也同样如此。不是说所有兄弟2个的家庭啊都会闹矛盾，关键还在于个人。比如说恁未来的公婆脾气怎么样，是不是那种爱挑事儿的人，这都有很多因素在里面。因为你还很年轻，不要说什么事儿啊听风就是雨。我感觉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我个人认为啊，还是钱比较实在点儿，就是不知道这块银元能不能值钱。值钱肯定是值钱了，就是不知道在你心里边这根秤啊是怎么想的，多少钱你才会满意呢？我心里面也没有谱，反正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行。那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大胆的跟你说说。首先，你这个是大青短须龙，属于氏族养跸，在以前招币场啊，压根儿就没有流通发行，所以你这个市面上根本就看不到它们。目前据我们行内所知道，它的存世量，也就那么几十枚而已吧。这些大概就是大须鹰、短须龙的存世量。我们玩收藏啊，基本上都是物以稀为贵。然后看一下你这个实物，单看这个呆子这一面，你看和我们这个常见的轩山几乎是没什么区别，不一样的就是带龙的这一面。常见的轩山是那个曲须龙，而你这个是短须龙。首先龙的造型区别很大，所以仅凭这一面区别啊，它这个价格就拉开了。而你这个状态壁面非常好，因为样壁模具没怎么使用过，所以这个壁面属于全身打，品相可以说是没怎么见过光。你看前后连一个划丝都没有，壁面包浆又那么漂亮，这种是属于酱黄彩。打皮盒我个人认为啊，能给一个 SP 55分以上完全没问题。大概估价的话应该在大几百万甚至是更高的样子。大几百万价格甚至是更高。对，你这个价格一听都特别喜欢人都不知道谁会买嘞。当然这个喜欢玩银元的买了，大几百万在他们身上也不在话下，毕竟这个物以稀为贵嘛。那咋样才能找到出手如此阔绰的人呢？那还得向你请教一下。其实这个也非常简单，拿着你的银元去那个 PCGS 打个盒子即可。如果能入盒，能顺利啊，给到分儿，不用你去找别人，别人啊就会就像那个寻人启事一样过来找你，基本上就这样子。好，谢谢老板的建议啊，我给我男朋友商量一下，以后再说吧。行，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你帮我看看这块银元值不值50万？我感觉我被我爸妈忽悠了。我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银元能上50万嘞，可不代表啊，爸妈怎么可能会忽悠你嘞？来，我看你那啥样的银元。我感觉我现在说什么都不行，就这一块破银元，换了我结婚时那50万的彩礼。你这也不是几十万的银元啊，换50万的彩礼确实有点夸张了。一般这种平级银元啊，基本上都有参考价。你这是一块原生态未下水的29年北洋龙，壁面包浆看起来不错，这种带彩的啊非常难得，而且还是一块极厚点儿。听你说有苦难言，又是用银元换50万的彩礼，这到底是咋回事啊？我是去年结的婚，当时我老公给我下了50万的彩礼，这块银元是我娘家陪送的，结婚时我以为那50万的彩礼还给我老公了，没想到我昨天要用钱的时候，我老公告诉我，彩礼被我妈克扣了，而且还不让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说实话，50万的彩礼确实不是小数目了，结婚1年，按理说那爸妈应该让你带回来。这个你这还蒙在鼓里，这里面肯定啊有隐情，毕竟恁爸妈拿着了，他们不给的话，恁老公也没说啥，可见恁老公啊他是真好啊。我婆家人都是知书达理的，他们想着爸妈把我养大了也不容易，不给就不给吧。那是。结果昨天我一问俺爸妈，他们不给彩礼还有原因，准备给俺弟结婚用。这让我气得很无语。拿你的彩礼准备跟恁弟弟结婚用，可见恁爸妈真是有想法啊！这典型的重男轻女。说实话，咱们这边彩礼也不高，都是8万8、18万8，你这咋一下子要那么多啊？我妈当时让我要的。
我想着结婚之后还让我带回来的，没想到他们自己留下了，而且我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给我，还美其名曰这块医院也不便宜，反正我老公他们也不吃亏。哎，既然那爸妈都这样说了，那老公没什么想法，那确实是不吃亏，能把你这么知书达理的人娶回来啊，只要不生气比啥都强。这个医院真假是没啥问题，给你还拿回去吧。老板，你先别急，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想看看他到底值不值几十万，值不了几十万，几万也行啊。确实值不了几十万，几万肯定也值不了，因为你这个29年的北洋龙啊，它就不是上几十万的币种。像这种北洋龙啊，在清朝那会儿啊，它是当时的那个主流货币，可以说是在当时生活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银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大，数以亿计吧。之所以你结婚送给你银元啊，就是取它一个寓意，银元谐音银元，寓意着这个婚姻美美满满。而你这个也没啥毛病，但是值不了几万。虽说已经评级入盒，但是给分也不高， XF45分，典型的这个流通货币。你可以看一下，首先它这个好就好在它这个包浆上，它这也算是一块味道币。壁面你看两面，这多多少少还带一点彩，龙鳞啊，包括字口啊，说实话这都没得说了，而且还是一块29年极厚点，极厚点的存世量，说实话也不是太多。我现在给你估价，就你这个状态的话，能估到4000。才值4000吗？对，这跟闹着玩一样。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要彩礼，竟然我1分钱都没得到。没事儿，反正都是那亲爸妈他们拿着嘞。这个不管咋说吧，只要你现在过得幸福，比啥都强。这块银元你看咋弄？给你吧，我现在看见他都心烦。看见都心烦。那行，一言不见为净，我等一会儿给你算一下。这一次可让我捡个大漏，我用一块最菜的银元，换了一块壁面非常干净的银元，这一次绝对是赚大发了。银元换银元啊，属于正常，因为大家都懂银元。你想捡大漏啊，说实话有点难。来，我看看啥样的银元。我这一次啊，绝对是捡大漏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吧？因为我是完美主义者，越干净的银元，看着越舒服。你说的很对，同样币种的银元啊，壁面越干净越值钱。听你说这话，你不会拿一块戊戌来换这个湖北龙吗？对呀，就拿那个章来换干净嘞。章倒是谈不上，你的这个戊戌壁面呈现的黑色，这是它的包浆，而另外一块这个湖北龙壁面确实干净，而且你看它这壁面多少还带一点底光。我好奇的问问你啊，你感觉赚大了，那你感觉能赚多少钱嘞？赚多少钱我具体不知道，因为我也是刚接触银元，就这一块脏一点的银元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最起码吧，我感觉赚个心里舒服，你都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啊都不愿意跟我换，说什么我以后后悔之类的。那朋友说的很对，谁换谁后悔。我看你也是刚开始接触银元，对银元研究不是太深，如果你再玩一段时间的话，你肯定不会给那朋友换了。你这是看不起谁嘞？虽然说我刚开始玩银元，但是我也知道一点常识。有级别的肯定高 ，VF 2个级别，壁面上再加上干净，谁吃亏谁赚便宜还不知道嘞。你不要看不起我。我没有完全看不起你的意思啊。有一句话说的很对，AU 级别的确实比这个 VF 级别的高2个等级，但是币种不一样，区别很大。你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VF 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壁面有磨损、有流通痕迹。AU 的意思就是流通过的银元，算是品相状态底板一流。92说是清晰的状态，50分啊是 AU 里边带分的状态。单看分的话，肯定是 AU 50分的这个状态好啊。说实话看着舒服，但是讲价值的话，这又另外一说了。什么钱不钱的无所谓。我这个人吧，把钱看得很淡，永远都是心里开心第一位。我当时就跟俺朋友说了，无论值多少钱，我都不会再还回来了。让你给我看看，我能从中赚多少钱。我给你算算赔多少钱吧。因为这个戊戌啊是别人送给你的，皮革评分虽然说是 VF92，虽然说是没给分，但是状态还不错。VF 的底板其实就是综合给分的。因为江南币啊，大多是10个江南9个戳。虽然说你这个壁面不带戳，流动痕迹倒是不大，就是这个龙鳞啊稍微有点磨，其他的一切非常好。你冲平的话能给到35分，给个7、8万没啥问题。目前92分的话，大概也就是2、3万的价值吧。照你这样说的话，
这个那么涨嘞就可以给2-3万。那我选的那个湖北龙就更厉害了。这么着也得值个10来万吧。看来你是对银元真不懂。银元虽然说品相很重要，但是它这个币种啊是排在品相之前的。江南戊戌龙啊，它非常稀少，在8个有金年里边排第1。但凡是币面无戳无伤的，价位都非常吸引人。但是像你说的这个湖北龙，说实话就比较常见了。湖北龙属于常见的生龙，一般龙类啊都不是这么好，但是你这个还算可以吧，整体币面很干净，流通痕迹也不是太明显，综合状态还不错。目前轻轻松松卖个3000来块钱。你不是给我开玩笑吧？这么价格区间那么大，你确定没有忽悠啊？看在你这灵魂散文的面子上，我该说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你光看币面肯定是这个湖北龙好，但是讲价值的话，这个戊戌啊要高这个湖北龙好几个档次，你自己看着办。那听你这样说，那我肯定不能换了。我还以为我捡漏了呢，我有个傻子，我还还给他吧。那对，赶紧还给他。走。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了啊！就拿不会做饭这个当把柄了，天天在这唠叨我。我把我这银元卖了，看能不能吃半年的外卖。能不能吃半年的外卖？外卖吃多了不好吧？外卖好吃啊？好吃也不能顿顿吃啊！你这是一块入皮盒的云南半圆龙 ，XF92的意思就是币面有清晰，这全身属于大老黑的包浆，多少还有一点腻背。你这是谁欺负你了？不会做饭可以慢慢学啊。还能有谁？除了俺老公还是俺老公。说实话吧，我啥缺点都没有啊，就是不会做饭。就这个变成他眼中钉肉中刺了。这结婚都半年了，为了做完这个事儿，妈都快要把我逼疯了。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一天还得吃3顿饭。这顿饭没吃完，下顿饭要开始了。我都天天为做饭发愁，我妈都快得抑郁症了。你先不要激动哈，听你说这话有点严重了。其实这个做饭可以慢慢学，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不刻意要求做出5星级的味道，你看我平时也下个厨做个饭，打点稀饭熬点米，再来个西红柿炒鸡蛋。如果还想突破一点的话，现在网上都有教程，可以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做。你们这毕竟啊结婚半年了，做饭可以慢慢来啊。你说的倒轻巧，关键是平时我不在上班吗？哪有这么多闲工夫去研究这些？我都能给他点外卖吧。竟然他说我不当日子过，而且还说我想让他当肠炎嘞，带肠炎嘞。你说这我咋弄嘞？无论怎么着吧，我觉得你们都应该相互理解一下。这个一天3顿都吃外卖，确实也不太合适。毕竟外卖油大，肠胃不好的人确实不适合天天吃。如果你们工作都忙的话，可以商量一下谁下班早谁做饭。毕竟这个做饭啊，就是非女人不可。有时候男人也可以，对吧？在家做呀。我也懒得搭理他了。结婚的时候啊，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当着我亲朋好友的面说，以后饭他来做。虚伪的说一套做一套。上次我买一块比这大嘞。正好够我们吃半年的外卖。你们结婚时说的话，你应该好好的质问他，履行的咋样了？还是说你这个银元吧，就像你说的那样，比这个大一半。平常我们看到的银元啊，大部分都比这个大一圈，因为这个银元的种类有很多。你当时卖的那个应该是龙样吧？对，就是这个龙样，当时卖了4000多吧。你看这个能不能多卖一些？银元值多少钱啊？其实就是看它这个存世量。平时我们常见的半元啊，都比大一号的贵，因为半元相对各省发行的比较少，但是你这个是云南半元老龙，相对发行量还是很大的。卖4000多的话，那应该是个北洋系列，而这个云南老龙正好相反，它这种半元多，大个的少。还是细看你这个状态吧。XF 的底板壁面属于全身打，这个云南龙啊，主要是它这个龙鳞啊太糊了，属于模具的问题。皮革虽然说没给分，但是整体字口你看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壁面啊，说实话这看不到有任何的流动痕迹，全身带点黑彩。目前你这个状态差不多能给到1500的样子吧。这也错的太多了。大一号的给4000，小一号的才给1500，这么着感觉也得给个2000多。再次的话也得给我2000，也得行，也才行啊。其实你说的这话我也能理解，就是卖的越多越好嘛。那肯定了。对，但是现在这种银元啊，是看他的状态来说话的。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个是半元，如果是1元的那个云南老龙的话，这可都是18000块钱的东西啊。
哎，我跟你说，我也不懂里面的价格，还是把我这个卖了吧，回去最起码继续给我点外卖吃。银元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每个币种价格都不一样。银元今天可以给你留下，但是点外卖这个事儿啊，我还得给你多说两句。回去你们俩协商一下，尽量少点外卖。这个做饭啊，还是谁下班早谁做，养成一个好习惯，慢慢的呀，他这个生活习惯。哎，那慢慢的不都改过来了吗？对吧？我跟你说，我都啥都会，我都不会做饭。哎，我还给他点外卖吃。生活还得磨合，好好的磨合。去年钓鱼的时候啊，在河边钓上来一个溺水的孩子。他父母为了报答我，你看这给我送了这一块银元。你这算做了一个大好事啊！这送给你一块银元也理所当然啊。来，我看看是啥样的银元。哎，我这也是举手之劳。听别人说这一块银元价值几十万呢。我这可是无功不受禄啊！其实就单说你做了这个事儿啊，把人从河里边捞上来，就是真给你几十万也很正常。不过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你拿过来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广东龙，虽然说只给了一个 XF45分，但是品相状态确实是不错。拿这个向你表示感谢，不掉底，给拿回去吧，值不了几十万。哎，老板你可别着急，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啊！我说啊，我把他孩子从水里拉上来，这都是举手之劳，完全没必要拿这东西送给我。太有必要了！如果不是你的话，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这种银元既然送给你了，你就放心大胆的留下来就行了，反正也不是说，对吧？真值几十万啊！老板，你得看清楚啊！刚才我在网上咨询了一下专家，他们给我报70万的回收价，这可把我吓一跳。70万，把你这个几十万的顾虑直接给 pass 掉。你咨询的这个专家啊，非常不靠谱。自古以来，广东省造了银元啊，要想上6位数以上，它最起码得是一块锡盾，而且还得是皮盒高分，要么是72翻版。再说72翻版，就你这个品相，最低得上百万了。还有就是那种广东双龙寿字币，那都是上千万的东西。哎，所以你也没必要为这个事儿啊烦恼。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啊，家里并不缺啥钱，对身外之物啊看的不是太重。反正忽然之间啊，多一块这个银元，让我都给弄懵了。看出来了，一般这个下河有时间去钓鱼的人啊，这个家庭条件都不会太差了。这个银元我看你也不是太懂，我给你简单的来讲一讲吧。你这个是广东宣统的银元，属于广东后期排版做出来的银元。广东光绪啊做出来的名誉品其实就是那个锡盾版，因为锡盾版啊是我们个人所见广东龙元里边价格最高的，而像什么72翻版、73翻版，那都是未发行过的版。那些版啊，咱们就不过多的说了，就单说你这一块的话，这个评级银元里边啊，虽然说只给了一个 XF45分，但实际状态我看是50分以上的东西，币面几乎是没什么缺陷，尤其是它这个龙鳞，哎，你可以看一下，在广东龙里边啊，即使 MS 级别的也就这个样子。说实话，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我就这样跟你说吧，像你这块广东龙呀，目前它的大概市场价在4-5千块钱吧。4-5千块钱也不少了。那是。你看现在一个人一个月才那点工资，对对，我不能轻易要到这一块银元。我救他孩子并不是为了图回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回报。当时你正在钓鱼，孩子掉河里边啊，应该也是属于突发状况。你这也是纯粹的做好事，别人可能也就真心的想感谢你，不然啊也不会亲自送给你这块银元。哎，这事儿啊，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这叫我弄了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你也别太在意，现在做好事啊，确实需要别人啊带着诚意感谢。这多少这个银元也算是别人的一番心意，你就当留个纪念，最起码以后孩子们问起来啊，你这个银元可以给孩子们，也可以当个纪念，哎，不就行了吗？不行，这东西必须得给他。那你实在不行的话，那你还还给他吧。是的，不能要这贵重的东西。那是。老板，哎，我朋友，借着我8000块钱，现在都把我拉黑了。看这块银元值不值1万块钱？哇塞，你这个银元可不得了啊！这从正面看，说实话，它是一块普通的大型圆山，这翻过来，这可是一块大名鼎鼎的繁龙，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石柱币。
这猛看笔面状态，这都是未流通的状态啊，而且全身还都有包装。借着你8000，你想卖1万，难道那2000算利息吗？我不知道底下我的时候说值1万。哦，我对这个也不懂。哦，我稀里糊涂的借给他了。借给他8000。哦，没想到他居然把我拉黑了。拉黑你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咋回事？你想想啊，你好心好意的借他8000块钱，你都是在路上喂一只小狗香肠，对吧？他还得冲你摇摇尾巴吧？我这个朋友其实多年了。哦。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很玩的。哦，同学。上一次还在大街上偶遇，然后互相联系了方式，留下了联系方式。第二天他就找我借500块钱。好多年没见了，才加上联系方式，这转身都给你借钱，这说明他缺钱啊！以你30多岁为例，需要500块钱，这还用去向别人借吗？但是他也按时还了，还请我吃了一顿饭，最后又借了几次300、500的。哦。上次借了2000也还了。哦。没想到这次借8000就把我拉黑了。以你的这个经历来看啊，你这个同学应该是一个有心机的人。像你说的300、500的还了，借2000也还了，最后借8000把你拉黑了，这摆明了就是不准备给你了。幸亏我当时留个心眼儿，他给我借8000的时候，我扣了他的全家宝。就这块银元。哎呀，说实话，你今天拿过来的这个银元，这可不是他的传家宝。依我看，这块银元年份并不长，尤其是它笔面上的包浆。说实话，这咋看咋不舒服。我找你之前也在一家古玩店看过了。他说他店小，买不起这样的银元。不就是1万块钱吗？有啥买不起的？还真不是1万块钱的事儿。咱河南人说话，你得听后音儿。店小1万块钱，这都是事实。问题是买不起这样的银元。这个银元，说实话，这是大秦宣山的石柱币。我们常见的大秦宣山是栩龙，而你这个是翻龙。除了正面啊，你看跟大秦宣山一样，这个背面这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普通的大秦宣山现在就几千块钱一个，而你这个翻龙就不得了了。首先它是石柱币，纯石量，你按皮盒来统计量是以个位数为单位，它的纯石量可以用寥寥无几来形容。据前一段时间的那个拍卖会啊，就按你目前这个品相状态的话，一块大概也就是好几百万的市场价吧，好几百万。照你这样说的话，那我这一块的话，现在也值个几百万嘛。说到这个价位，只能呵呵了。状态确实好的没多说。你看这个银元，它没有一丝的这个流通痕迹，笔面就像是新做出来的，可以确定100%是银的。咱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来听一下。你看，确定啊，我肯定它这个是银的啊，不然不会有这样的包浆。就是它这个压力太服了，你看，尤其是它这个边齿太软，整齐发衣似的。包浆也太假，也就是一枚真银假币吧，大概也就200块钱的样子。你没拿我开玩笑吗？没有。刚才还值好几百的，几百万的。你现在咋又变得不值钱了又？你也别激动。如果是真币的话，确实是几百万的样子。如果是真币的话，那同学说实话，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也不至于向你伸手去借钱了。如果是真币的话，那古玩店的老板啊，也不会像你说这店小买不起之类的话了。那我确定是上当了。那你确定是上当了？咋办呢？我都懵了。你遇到这种事儿，你只能说你别慌。他既然是你同学，对吧？他还生活在这里，你早晚还会偶遇他的一天。到时候你把银元还给他，这钱要过来不就行了吗？不懂的东西以后再也不要了。那是的，不懂行的东西以后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这是对的。给还拿着吧。好。我以为我找了一个高富帅结果找到了一个小抠。咋来？别人都是送花送玫瑰，看他送我一个碰银元。哎呀，你可别小看这个银元啊，这可是一块北洋短尾龙，而且皮壳给的还有粉儿。别看这个笔面灰不露出来，这可是它的原始包浆。实话实说啊，整体状态还不错。好了吧？这种银元俺家也有。我听俺爸说，好像也就1000几百块钱。确实有1000几百块钱一个的银元。但是银元的币种不一样，其实它们的价位啊，区别还是很大的。反正我是很生气，我是一个美术老师，现在年龄稍微大了一点，想找一个年薪不低于15万的男朋友，
要求对方爸妈必须要有社保。将来我想去一线城市生活，他必须多少也得有点存款。你这要求确实是挺高嘞。就按咱们现在这小城市的工作条件来说，一个月也就3-5千块钱吧。父母大部分都是农民，有社保了呀，还真是寥寥无几。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相比较找对象条件也高了。其实我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工作比较稳定，就是看不惯我这个对象，他没有一点情调。你说送给我个银元有啥用？又不值钱。哎呀，你说这个银元不值钱，那你还真是冤枉你这个对象了。能买得起皮盒带分的银元，说明他都不是一般人。就像你这个段伟龙啊，1万多的银元，不比送什么花送什么有情调吗？你说这个价钱值1万多，对，也太不可思议了啊！我对银元不懂，就家里爸妈传下来，好像有一个，听他们说一个也就几百块钱的样子，这么大一点银子，它究竟贵在哪里呢？那你要是按银子卖的话，确实是不值钱，因为市面上的银子才几块钱一克，银元重量26.8克，100多块钱也就到顶了呗。银元之所以值钱，更多的是它的这个收藏价值。那我就来告诉你，为什么你这个段位比较贵。你这鸽子合着看，首先它这个味道不错，一般银元都流通过，能够达到这种状态的真是少之又少。都知道皮盒评分比较严，有好状态才会有分。而且你这个褒奖也算是最好的传世褒奖。段伟龙我也不过多的这个去说了，远远要比我们常见的长尾龙少很多，所以综合而言暂且你这个段位1万大几完全没啥问题。你这是说说而已，还是像这种银元真能值那么多钱？因为你对银元不懂，所以我就多说了2句。这个现实中其实这个银元就像黄金一样，具有一定的流通性，到哪里都可以去卖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我这是确实找到了一个高富帅就光冲这一银元，我觉得我们俩绝对有戏。对，你们俩有没有戏我说不了。如果你这是冲着他的钱去了我劝你还是要考虑清楚，因为你这个年龄也老大不小了，找对象可不是向钱看齐，最关键的还是要多接触，多了解他的为人，可不能让眼前的金钱迷惑了你的认知。我这啥都懂，后续看他的表现嘛。正好我今天要用钱，那你直接给我变现嘛。变现？你这是相当于定情信物就这么吵吵的卖了也不太合适毕竟你们俩才认识没几天，万一他要问这个银元去哪儿了，你这不是显得很尴尬吗？对你说的对，我不能落个把柄在他手里。对，我还是先拿着回家晃着吧。对，不缺钱就留着，以后急用钱的时候再做决定。谢谢老板的建议谢谢。老板，这下我可发大财了我经常给俺邻居老太太帮忙，我这就1000块钱放回来他家的10块银元。10块银元，1000块钱，我的妈呀！你这收的还太便宜了吧？我这个邻居老太太年纪大了，80多岁了，就她一个人。儿子和儿媳妇前些年生病都去世了。说实话，那你这样说的话，那你这个邻居老太太确实挺可怜的。你平时没事都得多帮帮她。我每日就给他帮忙，上街给他买点菜、烧点菜，卖点泡烂之类的。前几天他把这些元都拿出来了。我说这都是过去的钱了，你拿出来都没人要了。这咋没人要了？我看你这些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货，9块袁大头，这里边还有一块广东龙。虽然说壁面带点伤，但是它不影响它的正常买卖我肯定知道这正常可以买卖我经常看你的视频一块好像也顶几千块钱的样子。那是谁说钱过不去，所以我就故意告诉他，1块才值1块钱。那是1块的面子。对呀，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和外界都没有接触过。这就是我能给他帮的忙。不然的话，他白送给人家，没用的别人都嫌碍事。你看这1块钱的东西，我给你100块钱，这都是已经你赚大了，赚大便宜了，给他说的。那我先打断你一下，你这明知道能卖多少钱，你还如此大言不惭的忽悠那邻居，这样不太好吧？毕竟他年纪也都80多岁了，你这一味的追求利益，似乎不妥吧？
这有啥图不图的？你别提他有多高兴了。说着我给他了1000块钱啊，开的像孩子一样。你先看这4块银元，我能挣多少钱嘛？我的意思你还没听明白。这个无论那邻居是否开心不开心啊，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告诉他不值钱，没人要，100块钱一个买回来很不合适，哪怕你多少，对不对？多分给他点行吗？我都发现你这老板，咋那么爱打抱不平嘞？我真假都不知道，万一是假的，这1000块钱不都打水漂了吗？如果是真的话，都赚进去也无所谓啊！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吧，你这些银元真假首先是没啥问题，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1000块钱收回来的话，这肯定是捡大漏了。如果是假的话，分文不值。我就知道他这些银元是真的，因为他婆婆家祖上是大地主，只不过是他不懂银元罢了。你看我能赚多少钱嘛？一般像我们个人家里边祖传下来的呀，大部分都是过去的老银元，但是也有很多存在那种老假。我等会儿用图片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一般像那种老假啊，都是过去人不识货，把他们当真的给传下来了。只要不是半路上购买的，一般像你这种啊，无非也就是品相好坏多少钱的问题。就拿你这个广东龙为例，品相就是太可惜了。你看壁面有一个类似于铅笔头大小的戳记，这个戳记不是我弄的，我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知道不是你弄的，一般像这种戳记啊，都是过去钱庄打上去的，你放到现在收藏，它就是带伤了，大概市场价一个2000左右。一个2000块钱，对，我的天呐，那剩下9个不都是我赚的了吗？哎呀，这不出门就能赚那么多钱。有100个这样的邻居，我这一辈子啥都不用干了。一般像你这种捡大漏的，说实话太少见了。给你做邻居啊，确实得防着你了。剩下来这9块都是冤大头，我给你挨个仔细看，这都是普通的年份，大头里边啊只有8年最值钱，要么是带点斑之类的。我看你这样基本上都是没什么斑。都是通过品样，现在市场价一个也就1000元左右吧。啥都别说了，老板，我出户小赚1万，对，这赚钱太轻松了，我决定把那些都卖给你。说实话，你这银元我还真要不了，我感觉啊，你有点欺人太甚。别的不说，1万的东西你给人家1000，好歹人家是吧？年龄又恁大了，对不对？你最起码得多分给人家，对不对？你少赚点也行啊。我给他多钱，碍你啥事？你不要逼斗，你不要我也不卖给你了嘞。好吧，好吧。